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收看我们的员工系列。之前我们做过了很多员工包里的东西有什么各种类型的，但是有一个选题我们一直没有做，就是我们员工开的车是什么。这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么懂车，但是这个人说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做这么一期节目，就是这个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员工们开的什么车，他们在车里面会怎么打扮它，怎么装饰它。然后这次比较好玩的就是我还有一位好朋友也会加入到我们一起来参与这次品鉴，也是对车方面应该算是非常了解的人。这次我们邀请到了人称50周董的宝骏负责人周行周总，我们想让周总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公司小伙伴们都会选择什么样的车型，也能分享一些现在汽车行业的所见所闻。周总，你在车的行业得有多久了？12年，12年的时间。所以你怎么看待就是这一类的车型呢？这应该是有钱人的玩具吧？有钱人的玩具。你最喜欢你这辆车的哪个地方？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品牌带给我的虚荣的感受。总算说出实话了是吧？就是这个感觉是吗？您结婚有小孩没有？有小孩，那小孩坐哪里？小孩可以坐后座。小孩坐后座。对。OK。周总的表现就是3岁以前坐在后座很合适，过了3岁就坐不下了，后面那怎么办呢？就换车。我以为换小孩，换小孩，再生一个3岁以下的小孩。所以当然我们这个开场有点抽象，我们之所以把李思维这辆车拿出来，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开这样的车，所以接下来的话就是我请周总和我一起去体验一下我们正常人会开的那些车子，以及它的这个驾乘感受。对。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公司小伙伴们的所有车型。目前我们公司有108人，58辆车，这个数据还是挺夸张的。那其中新能源车，也就上了绿牌的车，一共有25辆，油车有30辆，还有3辆摩托。那油车和电车基本就是55开的状态。我们事前也挑选了几辆比较有意思的代表车型，问问这些车主当时购买他们的理由。在我之后，我们公司的新进特斯拉韭菜有非常多，但是我还是选了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们公司的原处编导之一，来讲讲你自己的 Model Y， 你是多少钱买的？我是37买的，现在多少钱？现在30，7万块钱。就是我这个车有个非常阴间的事情，就是我让我的剪辑开了一下，他就不小心给碰了，我痛定思痛，我决定贴一张膜。贴完之后，Tim的老师又送了我一张。这个车贴膜，就是我们公司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公司有同事新提了车，我就会送他一套全车的贴膜。然后这个人，你明明贴了膜，你没跟我说你贴了膜，然后他又去在膜上又贴了一层膜，硬生生就要薅我这张车膜，我真的服了这个人。然后现在你这个车的颜色就变得很奇怪。其实还好，因为我第一张膜贴的是一个透明的膜，第二个改装的呢，我觉得就是电动门把手，我们就可以很优雅的把它拉开，然后就可以回过去。正常开门要摁下去才能拉开。好，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你车里面还改了什么？还改了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土味的这个氛围灯，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是更有个性了。好，然后你平时还会对你的车做什么奇特的事情吗？最近稍微有点忙了，就是在我压力大的时候，在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会给它进行一个擦拭啊。一般就是用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小小的擦车工具。我先开个前备箱。好，这个没有改装成电动的是吧？啊，这个他说太危险了。啊，一般呢，如果灰太大的话，我会用这个把这个车的表面的灰尘掸一掸。如果实在有泥，我觉得可以用这个喷雾啊，把这些好，好，喷好之后它就湿了。我会掏出一个小小的抹布，把它轻轻的擦拭掉。大概就是这么个感觉，你来体验一下。好的。对，先喷。如果大家对这个洗车这个套装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以后的节目中啊，会做一些这个。所以为什么带货的变成你了，洗车的是我？下面，对。你似乎跳过了我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压力变小了很多？是的。你看，你只需要这么轻轻一喷，它这个门就干净了。对，也不用什么。这和你喷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似乎是有个人在帮你擦吧？还是有关系的啊。好。这是我们公司编导的另一辆车，大成负责我们公司科技组的这个评测，相机那些评测很多都是由他参与的。所以你的车是什么？雷克萨斯 ES200，人称公路闪电。公路闪电100公里加速多少
反正加速那个10秒开外。公路闪电。最喜欢的就是外观，真的太优雅了。所以它优雅在哪儿呢？这种纺锤式中网的设计，纺锤式中网。对，然后这个3个眼睛大灯，这种总共加起来一共6个眼睛，在路上注视着。OK， 这是你改装的是吧？对，后面还有一个尾翼，也是很优雅，然后还贴了膜。膜我送的，有时候我是提供的服务。是的 OK， 然后我不像一些传统的 BBA， 我是有无钥匙进入的，4门优雅，锁车，开车。这不是50宏光 mini EV 也有的吗？啊，这样吗？曾经我们公司有无数位骑士，但是现在我们的骑士应该只剩下你了，对吧？还有吗？还有李四维，哦，确实，李四维也有一辆车，但是他那个车就不知道为什么，车是很帅，杜卡迪是很帅，对吧？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他骑上去以后就没有那感觉了。我们拍了过很多样片，但最终就感觉好像是人的问题，而不是车的问题。然后国涛就是我们公司样片里面出现最多的人之一，就是骑着摩托车。这辆车是什么？你能介绍一下吗？是豪爵铃木的 GSX250，就是250排量的一个摩托车，但是能进城区吗？不能进，不能进，也就只能在我们这边这个在余杭，对，村这个地方。特别好，就是公司的选址非常好，就我在这边骑摩托车无忧无虑。我能体验一下吗？就载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它会非常非常的阴间。这和我预想中比较帅气的那种摩托车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正常是要搂着你的腰。正常它应该是辅助油箱，哦你得这么着，对你得扶住这儿，你才会有个非常好的支撑。嗯，所以下次假如说公司没车了，你要送我回家就是这样回的是吗？那是的。除了这3辆比较有代表性的车型，还有很多小伙伴们的交通工具都很不错。那比如摄影指导老白的丰田普拉多，后排还有电视屏幕，后备箱的窗户也能单独打开。这对于婚庆摄影来说再好不过，那当然是要保证安全。我们公司的小伙伴怀古花了3万多块钱买了这辆所谓的爬坡自行车，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惨痛的回忆。哇，这不痛吗？这样子，然后整个人就匍匐在这个，我就问你，这这不痛吗？这有一点，哎，其实不痛吧，其实还好。还有我最喜欢的 One Wheel， 这也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平衡车，最快能够超过25公里每小时，确实也给了周总不小的震撼。啊，这还挺酷，对吧？很酷很酷，这个挺有意思的。那除此之外，我们公司也正好有一辆宝骏 Valley， 正好是周总亲手负责的项目。那既然他人都到这儿了，对吧？不让他听一下用户的真实反馈，也有点说不过去。然后对于这个，你有任何想说的吗？你这辆车？这辆车吧，就是我首先得来吐槽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所有的瓦力都是有旅行箱的，啊对而我没有。听懂了吗？哎，我听懂了。听懂了。OK， cool， 可以再听一遍。真的听懂了吗？对，听懂了，确定吗？确定吗？而且听得很深刻，听得很深刻。是就再挖掘一下，就挖掘一下，就有什么潜在的？对，比如说，送。好的。然后目前开下来，你感觉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地方是什么？我最喜欢的话呢，就是空间大，然后我在日常或者是去露营的中途都是非常的够用。OK， 所以你喜欢它的是，应该是看中了它的大空间啊，也是旅行车，在10万级别的旅行车当中，它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一台车。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全面转型新能源，就全部转新能源。全部转新能源。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今天在你这里参加节目，其实没有什么油车，越来越少的油车，所以慢慢的，我觉得全面新能源化也是宝骏的使命。那在见过了我们公司小伙伴们各种各样的车型之后，我们也邀请周总体验了一下我们公司最大的特斯拉韭菜聂飘逸的 Model S。周总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些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各种有意思的事情。这是周总第一次体验 Model S。对，是。然后平时你在车里面有什么奇特的那些小装备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是车里面要保持整洁，就是我不会装太多东西。但是因为这个车机它确实比较卡，然后也不怎么好用，所以还是会放手机。所以你觉得什么卡？是地图卡还是？就是整个都卡。整个现在不卡的只有这个后视摄像头，所以我这边就装了一个这个 MagSafe 的，就是可以随时把手机放上去。因为导航啊、听音乐，我现在其实都是用手机来解决的嘛，就是很累。OK， 周总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台车它还是跑车的造型嘛，它坐姿也比较低，所以我觉得它的出发点还是基于性能的角度。
就是让你给你想做的车上加一个功能，但是你知道现实中可能很难实现的，你会加什么功能？我觉得这个应该它的离地间隙如果能够自动升降的话，那能够去到不同的很多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也设想一下，就是如何从慢慢的，应该以前是从功能属性，慢慢的走向个性的属性，就怎么样买一台属于你自己个性的车。对，大家现在对个性化的需求也很强烈嘛。我们现阶段在做新能源车当中，我给团队提的一个很大的要求就是要可玩性，就是要让整个社会参与到造车过程当中来。这里面我觉得确确实实红光 mini， 我不知道你知道、红光 mini 改的太多了。对，几乎人买回去之后都在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事情。像这样一辆车，你们研发大概会花多久？就研发到出来？一台车的话，现在汽车行业特别的卷，就是以前的时候，一台车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大概36个月，就3年的时间。那现在汽车公司的话，都压到2年，或者更有夸张的是压到1年半。我以前非常爱睡觉，但我现在是不是想要睡觉了？我现在是睡不着，因为前2天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人，我不是今年36岁吗？我个人认为我还挺年轻的，但是他那天跟我讲一句话，我吓一跳。他说36岁，你已经非常老了。哇，你的粉丝，我不知道他们会认为36岁是年轻还是不年轻啊？36岁是年轻还是不年轻？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好像确实没有很年轻，是吧？没有很年轻，对吧？对啊，不怎么年轻。那像你们会做很多原型车吗？会做很多原型车，而且做的很多天马行空的车啊，是吗？会有很多离谱从来没有展示过的，很多从来没有展示过的车，我好想看。对，下次有时间你可以去我们造型中心，因为它没有对外过嘛，这些车型奇怪怪的车，我觉得给你做节目倒是挺好的。然后现在这一辆车应该是我们公司最有个性的一辆车，是皮卡。你可以先品鉴一下这辆车什么感觉？像一个真男人。对，我们请出我们公司的真男人，对 ，Jim， 也是我认识最早的这个朋友之一。你来介绍一下你的车吧。是的，这是一辆皮卡，可能正常应该不会有人买皮卡作为家用车，只有农村郊区才可以开，就是你所有的市区是去不了的。你告诉我你的公司在市中心。我这个在这个区的市中心，在我们心里的市中心。然后你做了哪些改装？这个轮子是改过了吗？对的，这个轮胎轮毂是改过了，轮胎换了一个原厂尺寸的 AT 胎，就是你在泥地的时候抓地力会更好，就不会打滑。OK。然后轮毂也是一个内防脱的轮毂，你在野外的时候不会这么轻易的让轮毂和轮胎脱开。然后里面换了一根氮气减震。你怎么看待这个改装的整体？我首先我非常怎么讲呢？非常能够理解他做这件事情，这个也是有钱人的玩具，对，也是有钱人的玩具。你看那轮胎写的 Good Rich， 好有钱 ，Boyfriend Good and Rich， 好有钱，好有钱。那像你这里还改了什么？前面加了一个前杠，就是锰钢金属材的，你可以瞧一瞧。它可以用来开核桃，开西瓜，开你任何想开的东西，啤酒瓶也可以。OK。然后前面还有一个6吨拉力的绞盘，就是我把所有的器材放在一个手推车上面，我可以把它拽着走。然后后厢你也做了改造，对吧？对的，后厢它本来是一个车斗，就只到这儿，我上面加了一个盖子，方便我们拉器材。然后这旁边是一个储物盒，里面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工具，还有一个 AED。还有 AED，急救算包吧，就是如果你在野外或者户外，或者在公司加班，对，或者在公司加班，是的。我们公司没有这么狠的加班，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好好澄清。是的，我证明这个 AED 连电池都没装好。我听完他讲的最多的就是他用了这台车帮公司干了很多活，是的，然后没有拿去找财务报销，我听出这个意味了。我就当没听见这句话可以，但是确实这辆车帮我们公司干了很多活。就其实有一辆这个功能性的车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挺好的。这个会耗你多少油？这个的话，基本上每周都要去一趟加油站，每次一个月多少钱？加多少？1个月3000。3000块钱加油，是很夸张。没有，你这样，我给你造一台车，能达到城市当中耍酷，
而且呢又非常的省钱。你通勤的话，不到50块钱，你可以跑1个月。真的可以吗？因为真的可以，市面上真的没有这样的车。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待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台还没有上市的新车，我觉得它能够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对，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到时候你一起帮我们看一看。好的，没问题。所以这就是周总你们要发的这辆新车。是的，这是全球第一次对媒体开放。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噔噔噔噔！哇，真的，哎，这轮毂好帅。对，这是4座的吗？是4座的车型。啊，因为我这台车定位在城市当中使用，路况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在这个灯的处理的时候，它是4横4纵，它能确保它照射的宽度最宽，而且照射的亮度足够亮。然后我们可以看看它的这个尾部，哎呦哎呦，车主，对，车主贼帅，对啊，这个好神奇啊，这个离谱。对，哎呦，这也可以放视频。对，可以放视频。它跟 iWatch 一样，是一台将手表开上车的这么一台车。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侧开门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哦，它可以把这个放倒。对，55放倒，非常的方便。哦，全屏的。对，纯屏的一个空间，你可以摆上你的咖啡机，后面有一个你的屏幕。价格表，对，价格表，然后我就可以走到哪，卖货在哪里，带货在哪里。哇，那太强了。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把这纯屏的时候做一个那种拉伸键一样，把它这样子一拉出来，它就是这里就是一个平板，我就可以在这里其实操作很多的东西。哇，这样我们可以出去。对啊，出去野营啊，或者是出去搞 party 啊，能够把我们的生活啊、乐趣啊，能够跟这个车。我可以带你出去减肥了。我可以把你带上，公司很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公司小伙伴们开什么车，然后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看到了周总这边即将发布的越野，这辆车还是非常非常带劲的。如果各位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好，谢谢，再见。